什么我喜欢这个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城市里人可能都一样，城市人这些都看不到，越看不到我就越喜欢，就越想看到。所以从那时候呢，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在全世界各地啊，全国各地去拍摄这些很漂亮的这些鸟类。现在也开始拍摄一些兽类，就这样。那么从刚开始的观鸟的这个观鸟的时间非常长，到后边的这种拍鸟，然后再往现在拍兽。那么鸟类和艺术，其实你看，这是我什么时候呢？这是我去年的应该是去年的暑假。学校都有这个暑假作业，让带孩子去这些博物馆看人物，让孩子们去看龙骨。然后我当时带小孩去这个四川的三星堆去看。开始我想着我是陪孩子去，我也没想到我自己会如何。那么看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最后是我从三星堆最晚出来，结果发现哇，这些文物上面有大量的这些鸟类的雕塑啊，还有一些兽类。所以我说，原来5000多年以前啊。这个观鸟啊，你不管是吃啊，还是观鸟，还是喜欢鸟类，就很早人类就已经开始很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喜欢这个还挺好。那么现代自然爱好者呢，基本上就是双修了。像我这也拍鸟，然后也观鸟。我现在其实也是这种情况，用望远镜先去寻找目标，然后呢用相机来记录。那每次这种情况，那肯定就要进入动物的栖息地了。这就是我前段时间去测试索尼的这个，就所知有的一些，因为我自己还是不好意思，我没有介绍，我是林子川，那么我是索尼中国的一个签约摄影师，也是接触了非常多的这些他们的一些新相机，包括镜头，前期有上市之前的这个测试和拍摄的工作。那么上次呢，测试这个 A12的时候呢，当时国内呢并不是一个拍鸟的季节，因为大家知道鸟有迁徙的属性。那么我当时就选择了一个国外的一个题材，刚好那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么一个行程，那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国家就很有意思，埃塞也在东非，那么它呢基本上在海拔。从很低的海拔一直到海拔5000这个部分，我们的这个整个观鸟过程都要去走过，所以说鸟的种类分布是非常多的。所以当时就进入，那像我们这种拍鸟、观鸟，那第一步干什么呢？那肯定是这个记录物种。那就是不管是在座的各位喜欢这个，全国各地跑着去拍也好，全世界去跑拍也好，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有这种不同的物种，我们吸引着我们所有的这些爱鸟啊、观鸟的人去追寻，对吧？那么进入这个里头呢，我们会去拍摄这个生物跟环境的这种关系。那么后边最有趣的那一部分呢，就是拍摄他们的行为。这个后边我都会给大家慢慢的去说。所以当时的埃塞呢，就是它不像现在国内现在做了很多很成熟的这些拍摄鸟点，就帮助我们这些影友们把这个隐蔽都做好了，甚至还放了一些东西给鸟去吃啊。但是在这个埃塞呢，是完全是没有鸟点的，就纯野拍。那么就是打卡式，找到就拍啊。你再看一下，这就是当时在埃塞拍的不同的一些物种，就是一些很有特色的，比如说黑冕鹤，就是大家这个我那天看我们的这个广州动物园也有，也养了一部分。他养了2种，那天我看了一下，一个是灰冕鹤，另外一种就是在埃塞很难拍到这个黑冕鹤。然后这个三草羚啊、黄色胶圈，像这个鸟类呢，就非常的稀有的。就我们上次去的话，就问当地的这个鸟导，他就说这个已经在当地就这2年观测呢，也就500多只。但是我相信会更多啊。但是他说是这么多，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已经非常的濒危了，就是这个叫王子胶圈。那这个呢，咱看着很有趣的，这个呢，其实可能很多人会以为它是狐狸，其实它是埃塞俄比亚的马，对吧？它是一在高海拔4000多左右生存的一个物种。那这边呢，就是赤尾狒，我们看一下，这都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现鸟类。这就是在海拔4800左右的这么一个地貌的环境，还有它们的植物，是这样很低矮的。这边。这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王子胶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非常有特色，非常有特点。怎么这么近呢？啊？怎么这么近距离？这个因为它当时呢飞
飞到了我的头上。我用的镜头呢是非常长的，我用的当时600D，我还加了1.4倍的增距镜，所以它直接飞到我头上，我是等于相机是竖拍上去，所以你看大家看到这个景象，就等于我当时拍的挺狼狈的，就是在从向上拍。你有没有穿那个特殊？没有，不用。这个东西很多的鸟类是色色的，就是它对色彩是不敏感的啊。太招鸟喜欢了。啊？很招鸟喜欢。离你这么近。对。我们当时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当时非常难遇到，当地的鸟导用了一个手段，这个手段我可以说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观鸟拍鸟部分可能都会有用到，用了它的叫声，但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放了一段时间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就停止了，因为它是非常珍惜濒危的，我们想看到非常难，而且我们从这么大老远过来，他们允许这样做，这样。好，这是你看像拍鸟、观鸟，大家都是为了鸟种，像我现在其实没有计算我到底拍了多少种，但是呢，埃塞我去过2次，那这次我也有加薪，像这个就是加薪的话就是这个叫长冠盔居。就是跟那个南美的那个东冠三角盔甲东冠三角类很像，东冠三角是红色的，它是白色的。这是在我们从那个拍完埃塞朗以后下山，在海拔3000多的时候遇到了一整群纯野外。这个就是黑脸鹤，你看也可以看到现在人类的这个耕作的这个痕迹啊，这其实是在当地的一个农田里。因为我第一次去埃塞。我印象非常深，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黑脸鹤是非常远的，可能在1-2千米以外。因为观鸟只要我记录到就可以，所以当时只是记录了一下。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黑脸鹤飞得离我非常近。这也是一些猴嘴渡鸦。这个在中国的如果跟我们中国的这一些鸟类来比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拍鸟的鸟类的菜鸟，就特别多，垂头冠。这是我在拍这个鹈鹕的时候，它飞到了我的身边，就直接拍了一代就是蓝头佛法僧。对，佛法僧现在非洲的佛法僧非常多。其实这个呢，在我们中国也有新疆但是是其他名字的佛法僧。为什么叫佛法僧？为什么叫佛法僧？这个里边是有故事的，这是一个我起名上的错误其实当时是以一个我突然好像是某一种鸟类的叫声，然后日本的一个和尚来定名的这个，但是他听错了，所以我听错，他以为是这个鸟在那个叫，他的那个叫声就是佛法僧，最后给他定名为佛法僧。其实这不是这只鸟的叫声，我忘记了，不好意思。现在我还在搞时差，不好意思。这是长冠鹰雕，拍了非常多的大鱼狗。这个就像我们国内有很多像那个冠鱼狗之类的，就很像，但是它体型要大，将近1倍它在河道里面呢抓螃蟹吃。这个就是白腹灰胶鹃，你看这，你看还有一个紫胸佛法僧。这个紫胸佛法僧最有意思了，它是紫胸佛法僧，它是肯尼亚的国鸟。你看，那么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先记录到鸟种，像我这个是假心嘛，就是灰虫呀，以前我也没有拍到过，那我先拍到它，拍到它了以后呢，就要开始拍它的行为了。它行为有什么各种姿态啊，飞翔啊，捕食啊，打斗啊，这些都可以。那么当它飞到一个树枝上以后，这个姿态变了，我这个正面看起来就很有意思，好像在非洲拍到了小企鹅一样。那么后面再跟进的去拍呢，就是飞行状态。像我们这种拍法，其实现在我因为我以前是一个职业设计师，一直在自己做创作，其实已经可以说是枯竭了，而且各种的毛病也出来了，什么就是这个颈椎病肩椎病。那么，所以我现在的拍摄完全是顺其自然，比如说像我写的这个，那么第一是要拍到，第二是顺其自然。那拍摄这些行为，看一下那现在的相机系统大家可能也都有所了解，已经非常的就方便拍摄，不像原来我们还在使用单反的时候，那时候真功夫用着它。现在又加入了一些 AI 识别呀，包括现在的连拍能力都在20张以上，甚至都在24张以上。到24张以上呢，就变成什么呢？我们拍照就是录像
大家看一下，你看一个视频原理的24帧，对吧？像咱们把相机打开，包括我们的手机里边都有这个最低的帧数。但是我们肉眼识别的话，最低帧数就是24张，是一个动画基础。那现在索尼有一个相机呢，它在 A1的时候，在2021年就开启了每秒30张，那就意味着什么？我拍照就是录像。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当时是我测试的时候刚好碰到这种鸟类非常有意思，这个鸟类叫黑鹭啊。我们看一下，这是我高速连拍，因为当时这个机会非常少，因为我们去那个季节黑鹭不多的情况下，满共去找它找了3天，每次能拍摄不到半个小时，走了。所以说这时候呢，我当时也在考虑，要是拍照片还是拍录像。所以当时我一想这个情况的话，那我就先拍照片算了，连拍。看，这合成录像。哦，这个。哎呀，哎呀，我看过。哎，怎么这样？好玩。我每一张都是。吃鱼，抓鱼。喜欢，那我再放一遍。再放一遍。对，因为这个鸟，因为我当时知道我要去过，这个对我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路。但是如果在4、5月份去的话，会有成群的，大家会发现这个湖面上会有成群的黑鹭在这个捕食。这个鱼呢，它有一个习惯，它也要躲阴凉，因为非洲阳光很充足嘛。那么如果有阴凉的地方，是不是鱼也要躲进来乘凉？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来抓鱼。啊，是不是？啊，对。它就是为了要捉鱼才这么干的。可以合起来。哎呀妈呀！鱼心，哎，对。哎呀天哪！对。哎呀天哪！自己打伞。不让人看见，他不让人看见。对。哎，对，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当时碰到，因为我拍到它捕食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我回头看，因为我也录制了一些视频，哎呦，并不是那么多次，但这几组是最好，就是正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它把鱼抓到以后又吃掉了，非常快速啊。那么还有啊，非洲啊。非洲，埃塞俄比亚，什么地方？埃塞俄比亚。这什么？具体在什么？南非洲，我真的百度吧，南部非洲、北部非洲。然后后面的现在的相机的发展，随着这个相机发展，我现在已经把就是自从有了电子快门以后，我已经把就是只要拍照到30张、20张以上的这种相机，我都是拍照和录像是结合的，因为它的速度够快。那么后面他又出了一台每秒120张连拍的相机，那这时候怎么拍呢？那就是拍1秒，你看24张为原理，对吧？我1秒钟就记录了120张，然后把这120张分割到5秒钟里，是不是？5秒，每秒24张，就变成慢动作了，就叫升格动画。等于我拍照，啪这一拍完，它就是升格动画。那我回来我需要辛苦一点，我需要把这些RAW文件呢制作成视频啊，就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在厦门，最近就是热拍。如果我看这在座的有拍鸟的，我也不太清楚，给大家聊一聊。看这，哇，对，这其实就是拍照。抓虾，这抓虾，这是真的抓虾了。对，真的就是它是那个潮汐冲回来啊。抓虾。对。虾和这个，然后后面呢，我更加的，就因为随着设备的发展，我拍摄一些小体型的鸟就可以了。然后看大炮，你看这小鸟的飞行就是这样的记录。这个要追焦啊。追焦现在是非常厉害。这些大家都看到这些，就是为什么记录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些精彩瞬间。对，有很多种方法来记录它。那么这是一种玩法，大家可以借鉴一下。这个800锭多少钱？800锭。哪个800？就刚才那个是吧？800锭。这些很便宜，这些1万不得了啊。OK， 好，那么后面呢，充满乐趣和挑战，所以我一直拍了10几年，到现在为止成为了一个职业的生态摄影师。就是这个过程就这么过来的，培养起来，就开始喜欢，对，喜欢，然后呢，加上我自己以前是一个职业的平面设计师，因为有这方
方面的一些基础。哎，我从小画画，上的也是艺术类大学，啊，是不是？以前最早呢到这个深圳是来做什么？做印刷的。所以说这时候后边我都会聊，这时候跟摄影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还是要向所有，包括我们斯莫格，像所有的设备，你看知道他们表示敬意，因为整个这个拍鸟和就是所有的这些都需要这些厂商的一些支持。那么拍鸟它时间还是短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搜的一些资料。其实，在1950年代单反的出现和1970年代长焦镜头和高速胶卷出现，才使这个项目成为可能。所以它还是建立在我们现在这种设备基础之上的。所以，还有未来大家如果对这有兴趣的，那我的建议就是轻量化的，现在已经是能化了，高性能的，小体积的啊，配件经典化。你看现在我一般出门呢，可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那一个包就能装好。你看现在出门呢，可能都不太带充电器了，我跟是充手机一样，随时可以用这个手机充电器来充这个相机。是这样，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在里边工作，如果你的配件非常的多，经常会丢。对，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啊，这是我前2天在肯尼亚的这么一状态。但是呢，我那个笔记本确实剪辑这个视频是比较的累，我只剪了很短的一点，它能剪动的，大家看一眼啊。他谁在拍你？我的助手、同行、助理。报纸。向导。这是我的司机，讲过马库拉马塔塔，哈库拉马塔塔。狮子王里面。对，他这个哈库拉马塔塔的意思应该就是高兴的意思，快乐，是这样。那么这次呢，我的主要目标呢就是拍猫科动物啊，猎豹啊、狮子啊、花豹啊。然后这次遇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事，就这只花豹就非常有趣。那么我们去的比较早，因为我们住在园区内，就离花豹这边很近。我们第一辆车开到，我拍摄花豹，当时很悠闲，就像一只小猫一样，非常可爱。正拍着呢，远处就很悠闲。然后正拍着呢，远处呢就来了2只巡逻领地的雄狮。当时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活动，就发现花豹开始逃跑了，爬到了树的最顶端。然后这个雄狮很快的就发现了。然后最有意思的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雄狮竟然能爬树，然后不停的在树上拨弄。花豹原来抓了一只羚羊在树上放着，本来是它的食物，就被雄狮这样给抢走了。对，那么再往下呢，雄狮出丑了。它下树的时候，它体型很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动作跟猫一样掉下来了。然后出现了这么一张照片，非常有意思。好像大家如果我不说这个故事，大家可能觉得雄狮在抓这只动物，是吧？羚羊，其实它掉下来了，摔得很懵，摔下来了以后，自己还把头摇一摇，然后把这只食物呢带到旁边吃完了以后，还把这个头颅又叼回来去嘲讽这个花豹。是这样的。所以这次我出去啊，就是碰到了一组雄狮。一组猎豹都非常的窝囊，为什么？雄狮也是就是年轻雄狮，我们也整个拍到了它整个捕猎这个水流的过程，包括那个3只刚被妈妈赶出家门的这个雌性猎豹，也目睹着他们的捕食过程都没有成功，都很狼狈，都很惨。看一下。那我们看一下我以前的一些肯尼亚的片段。
火烈鸟，是火烈鸟吧？好多。它不怕刺。老鹰抓鱼，哦，逮住了。六七。犀牛，独角犀牛，没好多，没好多。蚊子，蚊子。对，那叫黑胸短齿貂，它在吃身上的这些苍蝇。这。对，今年去就很有意思。现在因为地球好像真的是在变暖，我们今年去没有那么大量的火烈鸟，只看到了几十只。啊，现在的情况，现在火烈鸟应该都在坦桑尼亚，没有过来进行繁殖，对不对？这个当时航拍的一些情况，可以看一下。哦，威武。对，因为这个国家不允许有这个无人机飞行，而且都是特批的，除非你有影像，你飞要像国内管很松。但现在慢慢也开始管。你看，你想啊，如果我们直升飞机去航拍它的时候，我们去追逐它，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它如果撞过来，不是机毁人亡了？所以说我们尽量飞得高一点。但现在国内无人机非常多，像今年就有一个事件，最后很快这个事件就从网络上消失掉了。我看到他用无人机去追国家一级保护的鹤，叫白鹤，追死了。你说的，他撞上去了。撞上去以后他自己不知道，他把它还发布到网上说他坠炸机了，就很傻。因为他撞上了以后，把这个视频发上去以后，那肯定会有相关部门去找他。如果这只鹤如果死亡的话，国家一级几年起步？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以后再有拍这种题材，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追逐野生动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做一个安全距离的这个飞行，而且那种追的，像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拍摄的鸟类很少能看到是，我们把它叫屁股吧，就是明显看到是因为摄影师或者某些干预它飞起来了，它在逃跑，你把它发到网上干什么？干坏事。基本上都是正面飞过来的，对吧？它是很自然而然的这样的片子啊。这样，那国内就更多了。那我们现阶段就是中国拍摄野生动物、拍鸟的高峰期啊。这就可以去拍什么？就是青海的一个情况。青海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中国的野生动物天堂，类似于非洲，但是我们相对来说要比较辛苦一些，因为海拔很高，特别是拍雪豹的地方，像拍雪豹在这儿看到了。那么说海拔4800左右，我自己的身体都很难持续，所以大家如果要拍这种题材，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高反，或者选择的地方呢，就是说从海拔3000多到海拔4000多，你很快可以撤下来，这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在拍这个雪豹的时候，我住到在海拔4200米的时候，住到第3天我高反，所以我现在对高原有点恐惧，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没高反过，我一直认为我不会高反，所以那天高反非常难受。所以今年这个雪豹情况非常好，等我再缓一缓，我去拍一下。这是新疆，新疆也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去，包括自驾游啊，在新疆旅游的话，如果有一个稍微长点的行程，你会发现另一个世界，新疆的这个路边的这些鸟类世界非常的好啊。你看这也是，我看这里边没有放佛法僧。这个叫岩雷鸟，在海拔1700-1800左右可以拍到啊。但是这个地方现在呢管控很严，也需要过2道的边境线啊。如果是专业拍鸟，他会有专门的人带进去。你看，刚开始就这个鸟，因为我去的时候就这个月份，今年的雪还没有化完呢。然后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4个小时走到有这个鸟的那个地方了以后，找了1个多小时没找到。最后离得很远，我终于看到，因为它像什么？它像在岩石缝里剩下的这个没有融化的积雪。哎，它动了一下，我看到了。刚开始以为跟我们内陆的鸟一样啊，很害怕人，就刚开始用长焦去拍，到最后我们走到跟前拿手机去拍，根本不怕人。
那么这个是新疆现在这个叫福海的这个地方，福海地方每年都会有这个白头鹰尾鸭在这边繁殖。然后这个呢是一个视频的开头，他是什么情况呢？他看到了就配偶过来了，看到以后呢，他就要跳舞。是吧？嘴巴里面一直在动。这是我当时发现它以后呢，我就一直在水边坐着，然后机位放得很低，所以大家看到的镜头是很低的。这样的话，通过跟鸟基本上平视这种状态拍出来就相对比我们直接站起来看那个镜头的震撼感要好，是吧？然后这次领教到了新疆这个它的这个晚上10点多它才是夕阳嘛，所以拍了很长时间。然后呢，2只雄鸭子一直在争夺这个，应该是争夺这个母鸭子，然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左边赢了还是右边赢了？这个我真不好分。然后这就是那美妞，就是他那个死鸭子是这个样子的，对，他们就是为了争它，争了，反正那几天应该都在那争，要排的话是很有趣的。冠军，在现在啊，如果是福海，可能就是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它到底在离岸边有多近就不好说了。然后因为当时离得比较远，我也是第一次使用了2倍增距镜，所以看到这些照片全都是600定焦加2倍增距镜去拍摄的。然后后边呢，像这个月可能不行了，盈江可能就像云南盈江这边要提前1-2个月，就是它这边云南的一个拍摄季节，现在应该已经要出巢了。云南的盈江德宏，这个叫3指翠鸟，只有在云南的哪儿呢？就是中缅边境的叫那邦这么一个地方，完全是在边境线上。是新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在盈江边。我当时去拍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周边有很多的影友都在拍，但是他们在等那个黄嘴河鸭肉，他们不知道这个下面跑的这个小鸟很漂亮。然后当时呢，它是需要，它是在离河岸挺远的一个小岛上的，所以当时很多人没有看到。然后我当时在现场就把鞋脱了，很快的扛着设备就走过去近距离拍摄。我拍了一会儿，就发现这个鸟类就开始这个骚动，就发现很多影友都跟过来了，都把鞋脱了，都过来拍，拍到了飞行。那这个就是黄嘴河燕鸥，也是中国国家的一级保护鸟类，非常的稀有。黄嘴，这个都有见过一个铜翅水蛭，全中国当时就这个地方有这么一只可以拍到，所以基本上中国拍鸟人会去打卡，就这一只，只有这么一只可以拍到。在哪里啊？盈江，德宏。铜翅，这是一个这张是一个，这个叫灰叶猴，这一家3口带着小宝宝，那小宝宝全是金色的。是亲生的吗？啊？是亲生的吗？是什么？亲生的。这个您得把它去检验一下。颜色不对啊。是的，因为这种小猴子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包括弄港的这些猴子，这是弄港的一个忘了这个名字了，这个不行，糊涂。这是陕西，因为我现在生活在西安，我西安人，那么经常要去这个地方，就在我们旁边，我开车可能3个多小时到洋县啊。朱鹮的发源地，朱鹮的全世界最后剩下的7只朱鹮的地方，就是北海道。我们再看一看北海道的情况。
福利。不是一个车。他就课文。这里边还有一些刚刚最后那个鹰的镜头并不是录像的，就我刚说的120张连拍，然后现在又有了新的技能叫预拍摄。你看到行为之后再按快门，它前面的1秒钟都可以拍，就这样。这是一下30度啊，耐寒都没问题啊。这是北海道的一些物种，这个是黑海番鸭。其实这个大家可能看着觉得好像是那种，其实它是梅花鹿。麋鹿，梅花鹿对，中间是赤狐，这些赤狐都不太怕人。我们甚至，但是当地肯定是不让你扔东西给它吃的，但是他看到你的眼神就是想要吃的。那白尾海雕，啊，这个是非常珍惜的，这叫毛腿鱼鸮，只有北海道那有啊。对，这是大概川西的一些情况。这是我原来的一个摄影课件，会给大家去讲这个电池的，包括卡。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到了极寒的地方，相机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你不要着急，你可能一着急就会觉得这相机有问题。其实你要先检查2个部分，一个是卡，一个是电池，对吧？就跟我们的电池在